今天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是雍正时期年羹尧他们去打完之后确立的划分范围。可是因为青藏战争，使得在青海以及在四川西部的蒙古人被消灭了很多，当地的土地变成真空了，西藏的部落就向北向东扩展，造成了后来青海跟四川西部藏化。吐蕃王朝扩张的过程当中，带来了影响远远大于西藏政治的佛教，所以使得那个地方藏传佛教化。到了20世纪初期，清朝就试图推动新政，他的设想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统一的税收、统一的教育，碰触到贵族的利益，他就受到西藏比较强的抵制。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辛亥革命，把藏人从中华民族排除出去，直到发展出来中华民族是由五族构成，有点晚。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西藏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一笔糊涂账。所谓西藏，我们要打一个引号，因为今天中国大陆已经不把它译作 Tibet， 而把它译作 XIZANG 西藏。对。就是这个到底范围是哪里？那么如果依照流亡的达赖沙拉这些达赖的团体的主张他是主张一个所谓大西藏，就是他主张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全部的青海省、大半个四川省、相当一部分的甘肃省跟相当一部分的云南省都是西藏领土的一部分。那他这个主张基本上是依照吐蕃王朝扩张极限的那个范围来主张。可是呢，吐蕃王朝我们知道，它在10世纪就已经解体了。解体之后，就后来隔了1000年了，隔了1000年，那你这个领土主张是不是会有问题呢？那么另外呢，他在主张这个范围的时候，吐蕃王朝跨越喜马拉雅山的部分，包括在今天几乎全部的克什米尔、全部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不丹、锡金、藏南、达兰萨都不要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主张，就是说他内外的主张不同。我们看他对内主张是不是具有合理性？如果追溯到1000年前，就是说类似于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土地的主张的话，听起来好像有他的那套道理。但是呢，事实上今天西藏的自治区的范围它的确定是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朝跟罗布藏丹津的战争当中确定下。而罗布藏丹津这个名字听不出来他是什么人，其实他是个蒙古人。也就是说，元朝以后在整个的青康藏高原上面的最高政治权力，它是明朝、清朝，但是实质控制的是蒙古军队，不是西藏军队是西部蒙古军队跟藏传佛教的这个政教势力共同的来控制，但是蒙古军队是主角。那么这个西部蒙古军队跟清朝之间要争夺天下，所以雍正皇帝就跟他们展开了一个争夺战。我们知道里面有重要的角色，就是年羹尧、岳钟琪都参与了。我们知道年羹尧、岳钟琪得胜之后，就把今天西藏的范围限定在所谓当拉山以南、金沙江以西。当拉山今天叫做唐古拉山，金沙江还是金沙江。我们一看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就是那个范围。今天的西藏自治区的范围是当年在雍正时期年羹尧他们去打完之后所确立的一个划分范围。对。那么青藏战争确定以后我们西藏的范围定下来了，可是西藏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命运。什么方式呢？因为青藏战争使得在青海的以及在四川西部的一部分这个蒙古人被消灭了很多当地的土地变成真空了。变真空之后，西藏的部落就向北向东扩展，这就构成了后来青海跟四川西部地区的藏化。我们看到青海这本来是青海蒙古对，那个藏人是很少的，结果这个西藏向北推动，因为它文化比较高所以当地的蒙古人、蒙古游牧部落就藏化，他们叫着蒙古名字，也长了蒙古脸，但是呢，文化上面是藏化的。这个跟我们传统印象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受到吐蕃帝国建立的影响，会一直以为广义的藏民族各个部落，它虽然有不同部落的各地也有一些方言，但是会一直认为说是从唐代的那吐蕃部落所留下来的藏民。虽然他现在西藏中央衰弱了，他控制不了，他一直以为蒙古人只是上层，但事实上这个蒙古人之所以可以长期统治青康藏高原，是因为蒙古人长期占据的生产力更高的青海高原，所以我占据了青康藏高原的北部，这个青海这个水汽比较多嘛，高度比较低嘛，对，所以他有比较强的兵强马壮去占据了这个在政治上的区位。可是因为清朝消灭了当地的蒙古部落的上层，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导致部落民减少，所以西藏因为长期有用宗教来保存它的文明，所以他反而反向推进去同化了这些蒙古人，所以这些蒙古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蒙古人，他变得以为自己是西藏人了。是。那四川这里原本的原住民
很多是古羌族，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在云南上面的，以前南少也都一度都扩展势力到部分，所以这里本来也不是藏族，这里是很复杂的。这里应该说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要比西藏的藏人高。他们呢是在2种影响之下，第一个他们是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你甚至于可以上溯到三星堆。三星堆今天跟四川西部的其他文化之间都有一个直线的培植的传承的关系。对，第二个呢是在吐蕃王朝扩张的过程当中带来了影响力非常大的佛教，而在这个佛教的后红期，这个佛教也渐渐向四川金沙江以东来渗透哈。那藏传佛教的影响是远远大于西藏政治的影响，所以使得那个地方藏传佛教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当地的人会讲的跟西藏当地的这个方言接近，可以勉强互相沟通，但是还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如果我们按人口比例去算的话，哈，就是真正原本住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流域的这些人，他们的人口比例是不高的，是很有限的，因为生产力很有限，对，气候地理太严苛了，多数的人反而是所谓藏化的人，而不是藏人。那么达兰萨拉的很多人主张，我建立的西藏国要进行种族净化，我把非藏人都驱逐掉。但是如果你驱逐掉的话，我们不讲正当性不正当性的问题了，我们只要讲人口，那所谓的大西藏国的人，大部分人口就会丧失。如果西藏也要强调自己的历史这一部分的话，那么西藏可能就会变成某种无人区了。这就是相当于希腊人跟希腊化人，这是2个概念。那这个是一个边界的议题啊，就是说我们有形的空间边界跟族群的边界、人群的边界，这个都不太说得清楚。也就是说，今天各种有关西藏独立的主张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清晰的划定或有效的划定西藏的政治界限以及人群界限。那我们毫无疑问，在近代，尤其是20世纪的这个中国哈，藏人跟汉人，或者说藏人跟北京的南京的政府曾经存在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它的线索基本上是跟近代中国本身的政治变迁有很大的关系，或历史转型有很大的关系。西藏的变迁不是那么大，它虽然受到英国的影响，还进行了一部分的现代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大。因为从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拿出列强的那一套，包括民族主义来对抗列强。那么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清朝就试图就要去推动新政。这个新政在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是针对边疆的，它边疆的设想就是把边疆这些省份全部从原来的那种非行省的辖区，比如将军辖区、办事大臣辖区，变成行省，在行省里面广泛设置由中央的各个行政机构、部会垂直下来的那个地方的厅局机构，然后呢，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统一的税收、统一的教育、统一的征兵，这类全部。可是这样的一种设想基本上它就碰触到了今天的蒙古语区域、藏语区域，还有新疆的讲突厥语区域的这些贵族的利益。这从明朝历史的说法就叫改土归流啦。对，当然改土归流，清朝新政的内容还要更深入，因为它带有所谓西方近代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这个是清末的时候他们想做的，是在清末新政的时候。对，清末新政它就受到今天的外蒙古、内蒙古、西藏比较强的抵制，新疆的抵制不多，因为新疆刚刚在1870年代，因为左宗棠打进去了，左攻千古，是1885年行省化了，所以新疆的这种反弹不是很强烈。可是，在西藏跟蒙古语区域，它是比较强烈的。那么，同样的事情呢，也发生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它起到了一个负面民族主义动员的效果，就是说我把藏人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定义当中有一点排除出去，直到你当发展出来所谓中华民族是由五族构成，以及五族共和这个论述的时候，已经有点晚。所以，因为在革命的初期强调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嘛，那事实上是所谓的汉族中心论。对对对。那这个的理论到了，其实孙中山后来转也是正到民国建立之后，他知道这个意识是很严重的。是。那么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因为之前有革命的背景，所以要去恢复到传统清朝的论述有点困难。但是呢，西藏其实在这里还是做了双重押宝。一方面，他在1月13年之后宣布把所有的汉人都驱逐出境汉人的官员都驱逐出境。第二呢，他又参与在北京的后来南京的政府宗教活动国民大会，他也派人去参加，他是在不同地方都押宝。所以他在1913以后，达赖喇嘛达赖13世曾经跑到蒙古、跑到印度，那是后来回来之后，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调整，把汉人给驱除掉。一开始是驱逐，后来他又做了一点妥协的姿态，甚至于他在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决定，就是他即将圆寂的时候，他暗示自己将要转世在东北方。东北方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青海。所以我们看到14世的达赖跟10世的班禅都是青海的灵童，而青海当地他出生的地方，一个是在青海西宁县，今天叫海东市，
第二个呢，青海循化县这2个地方原来都是甘肃省的，甘肃省西宁府，这根本不是所谓西藏方，是甘肃省的。所以当地的藏人除了他可能是藏化的蒙古人之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高度汉化，因为他就是在汉民族的传统活动区域了嘛，所以其实这也造就了西藏自己内部没办法团结的潜在的因素啊。